南天一脸真心的对着那位老妪说道：“一飞，你怎么还是对我如此记恨呢？我对你都是一片真心，为何你就不能答应我的要求？如果你答应我的要求，我便放了这些小子，如何？”虽然老妪已经上了年纪，不过也可以看出她五官极其的精致，要是放在年轻时期，绝对是一位称得上的绝世美人。南天，你不要忘了，当年你为了追求我，用尽了手段，可是我依旧不会和你在一起的。毕竟感情这东西不是单相恋就能够得到的。老妪的目光看都不想看南天一眼。虽然说南天如今也是迈入老年时期，如果是年轻时，同样也不是很丑。唯一被老妪看不上的是，这南天虽然外表还算不错，可是其心性则是非常的恶毒，这也导致了为何这位老妪一直不答应，就算陨落后也是如此。一飞，我对你一片痴情，你还是这样对我。既然如此，你身后的那3位，那么我就毫不客气地收割了。说罢，南天便是脸色一沉，一双能够杀人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萧炎组 T 组双双3人。而这一次，南天则是不再隐藏任何的实力，对于这几个小子，他是恨不得将其杀之，任何人都阻止不了他的杀心。一股极其可怕的气息再次笼罩这片天地，比起之前所散发的力量更加的强大很多。看来这南天动用了如今自己神魂的全部力量。你们可不要怪我，要怪就怪一飞不答应我的要求，他才是导致让你们死的人。一股绝对的神之威压自己，朝着萧炎3人笼罩而下。瞬间，他们3人的身躯被强大的重力压着，顿时半跪在地上，身上的疼痛也是越来越明显，一口鲜血也是从嘴中喷了出来。萧炎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对方竟是如此的心狠手辣。这一次，他们感觉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危险。不过就在萧炎他们快要撑不住的时候，那位老妪特同样爆发出极其惊人的神魂力量，两股神之威压也碰撞在了一起，一道嗡嗡声在空中低沉的传荡而出。南天，我承认全盛时期的实力我比不过你，可是陨落后，我所残留的神魂在万兽之地中意外地遇到了能够让神魂力量提升的秘法。随着巨洞的塌陷，两位神魂强者也是冲出其中。刚刚的那一道神迹的攻势，竟是双方都没能占据上风，看样子是势均力敌的状态。神迹耀日轮，巨大的掌影直接爆发出惊人的气息，这一巨掌怕是能够拍碎虚空。一飞，你以为你能够击败我？要知道，在我们陨落前，你可是比我弱个1重天。现在陨落之后，你就觉得你能够战胜我？南天一脸诧异的一笑，仿佛一切事物在其面前都抵不过自己。最后在萧炎他们的惊骇目光下，两道极其可怕的神迹迎面相撞。老妪凝聚神魂力量给予掌心，然后对着南天全力一掌拍去，然后将老妪的气息锁定，银牙一咬，身形一闪，直接以极快的速度洞穿虚空，下一刻就出现在了老妪的身后，凝聚自身强大的神魂力量，一拳重重的挥出。最后在两位神魂强者的全力互相抵御下，那原本可怕的神之威压也顿时消失不见，这才让萧炎组 T 组双双3人有了喘息的机会。不然再有1秒，在那神之威压下的话，他们的身体和灵魂都会被重创瓦解，轻则重伤，重则陨落。话音落下，身后的一轮巨大的耀日直接朝着巨掌飞去，所过之处的空间都变得异常的扭曲起来。听见老妪那带着杀意的话语，南天也彻底的暴走起来，一双眼球上充满着血丝，恶狠狠地望着那位老妪。一飞，你竟然一出手就施展出一记必杀技，还真是不给我留情面啊！望着那可怕的巨掌，南天身影后退100米后，双手猛然结印，周身的神魂力量尽数回笼体内。然后在南天双眼微闭之时，他的身后凝时有着一轮耀日，散发出夺目的光芒。没想到生灵秘法被你给找到了，难怪我在万兽之地这么久，竟是无法找到。这样也好，那就先将你击败，再夺取你的生灵秘法。这一刻，南天也彻底的将自己最真实对面给展现了出来。一道巨大的能量冲击波直接横扫了整个巨洞，在如此可怕的冲击之下，就算巨洞再坚固，也被夷为了平地。或许是巨洞彻底塌陷的缘故，直接破坏了原本在这里布下的那个迷之阵法。此话一出，顿时让原本自信满满的南天其面色顿时骤变，带着半信半疑的语气问道：难道你所说的提升神魂力量的秘法是生灵秘法？南天，你还是这般恶毒，看来不能留你了。老妪见状也不再留手，这老家伙还是死性不改。这般心性如果生存于万兽之地中，对于这些后辈进入其中后，也是一个巨大的危险，而不是所谓的机缘了，才让巨洞彻底的塌陷时，带着组 T 组双双2人成功逃脱。虽然对方的速度很快，还是被老妪给捕捉到了气息，当即身影微微一侧，成功躲过了对方的强大一击后，同样给对方一个反击。而那位老妪并没有回答，但是就算不回答这位南天的话，对方也已经知晓了答案，这就是来自一名高阶天位神的强大震慑。所以序列神在其面前根本算不得什么。一飞，你的神魂力量的确变强大了，不过想要击败我还是不太可能，而且你的那个秘法想必还没能修炼完整吧？仅仅只是短暂的交手下，这南天便是发现了自己对那秘法的修炼程度，这家伙实属很棘手。就算修炼不完整，对付你还是绰绰有余的。说罢，老妪的身影急速一闪，然后爆发出可怕的神魂力量，对着南天就是一记猛攻。后
后者见状也是挥舞着自身的拳头，双方的每一次碰撞下，皆是爆发出低沉的爆炸声，轰轰的在天空上响彻。而他们也选择了肉搏战，依靠着自身的神魂力量，进行一拳一掌的激烈交手。萧炎三人也是在不远处看得震惊无比，这两位皆是高阶天位神，能够看到如此强大的神奇交手，目前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极其的少见，而且他们每一拳一掌都是招招致命的一击。不过彼此也是做出以极快的反应，躲开了攻势。在他们交手了上百回合之后，二人依旧是难分胜负。上空那激烈的战斗已经进入了尾声，在那位老妪施展了提升神魂力量的秘法后，也即将要到时间了，所以必须要终结这一场战斗。亦菲，没想到你利用提升神魂力量的秘法变得如此强大，就连我都奈何不了你。南天则是一脸惊异地看着面对的老妪，喃喃道：你也很强大，要不是我利用秘法与你交战，恐怕我早已经败在你的手里。南天，你的天赋虽然很强大，可是你的心性很恶毒，终究会被人击杀。既然你追求我那么久，那么就由我来结束一切吧。老妪的声音落下之后，一股浓浓的杀意顿时喷涌出来。亦菲，难道你要……见到眼前这位老妪似乎要做出什么厉害大招的时候，面色都不自然起来，甚至带着一丝恐惧。你疯了？为了这几个毛头小子值得吗？显然南天现在极为的愤怒了。你身为神龙族的先祖，竟然敢对我祖龙族拥有祖龙血脉的小辈痛下杀手的那一刻，你就应该知道你的结局。老妪则是不慌不忙地轻声道，对于对方的行为，怕是一件触碰到他的底线了。废话不多说，准备结束一切吧。祖龙秘法，玉石俱焚。南天见状，直接运转其体内的神魂力量，轰出一掌，打在了屏障之上。虽然响彻出巨大的轰鸣声，却是竟无法击破这道可怕的禁锢屏障。萧炎也不好说什么，只能站在一旁望着禁锢内的那两股力量的激烈碰撞。也不知道持续了多久，接连不断的爆炸声后，禁锢上的屏障也出现了蜘蛛网一样的无数裂缝，带着其中的能量渐渐的消散之后，伴随着咔嚓一声，那屏障竟是彻底的碎裂而开。此刻就算萧炎他们在禁锢之外，都能够感觉到那其中的力量究竟是何等的强大了。可怕的力量在禁锢中不断的碰撞吞噬，爆发出极其惊人的爆破声。那种爆破声不是一声两声，而是接连不断的炸响。双手结印，一道阵法便是直接从大地之下冲天而起，形成了一道透明的屏障，将那位老妪和南天困在其中。既然你也拿出了最强一招，那么一切都该结束了。该死，你竟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南天现在才知道，他一直苦苦追求的对象，如今想要以牺牲为代价，将自己彻底的抹杀。不然以南天的实力是可以击破这一的禁锢的，可现在既然无法击破，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亦菲已经将自己的所有神魂力量注入其中，准备与他鱼死网破了。在那等无与伦比的爆发下，祖龙族的先祖和神龙族的先祖皆是淹没在其中，想必他们就算再强大，也已经被彼此的力量所吞噬了。这就是玉石俱焚的强大底牌。就在祖逖和祖双双的内心感到十分复杂情绪的时候，一道熟悉的声音在虚空上传入他们的耳朵中。如果没有禁锢的抵御，那所爆发出来的冲击力早已经将整个万兽之德都夷为平地了。虽然他们与亦菲先祖第一次见面，可是流淌在体内的那种祖龙血脉却是让的没有那么陌生，反而就是一位不常见面的亲人一样。在降落的过程中，那屏障直接化为一道道星光，消失在天际之上。就算是一些四重天位神都能够被这双方的秘法力量轰成渣。高阶天位神的力量果然恐怖如斯。祖龙先祖竟然为了我们选择牺牲自己。祖逖和祖双双身为祖龙族纯正的后辈，自然有着一丝情感在其中。他们此刻双目中有着液体在打转，可怕的冲击波瞬间在其中肆虐开来，形成了巨大的海浪一样，不断的冲击在禁锢的屏障之上。老妪看了看这方天地，然后双手做出诡异的印法，瞬间这禁锢之中的能量开始逐渐的增强。看来这就是所谓施展祖龙秘法后的强大力量了。整个禁锢中的力量再度刷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方是金色能量，一方是红色能量，在这些能量中蕴含着极其的恐怖力量。这一刻，双方皆是施展出了自身最强的秘法。既然亦菲以牺牲为代价，那么自己也必须付出一点代价，不然的话，还真的会被祖龙的秘法给击杀。禁锢，这就是来自高阶天位神的神魂力量，这是多么的强大和恐怖。见到老妪口中讲出这让他极为恐惧的8个字后，蓝天顿时神色大变，竟是有了想要逃跑的念头。不过这样的想法似乎在那位老妪的意料之中。神龙秘法，天地合一。亦菲，既然你想死，那么我可不会奉陪。想要将我抹杀，那得看真的有没有那个实力。此刻蓝天已经对亦菲彻底的死心了，既然对方想要杀死自己，那么也不要怪我了。而萧炎几人的眼睛急忙地望向刚刚战斗的虚空处，发现那里没有了祖龙族的先祖身影，也没有了神龙族的先祖身影，想必他们应该都已经彻底的陨落其中了吧。你们此次进来万兽之地，一定要万般小心。我已经彻底的身陨，我将我所有的传承授予你们祖龙族的后辈吧。说着
虚空上竟是有着一道金色的特殊光团，洞穿虚空，直接没入了祖逖和祖双双的眉心间。这里面有着我毕生的精华，此传承你们可要好好的将其领悟吸收，这对于你们来说是极其罕见的机缘。多谢先祖，小辈一定不会辜负先祖的期望。祖逖和祖双双强忍着自己的眼泪，不让其流下来，便是对着虚空处恭敬的一拜后，再缓缓的起身。我不知道你一位人类的身上为何有着我们祖龙的血脉，但是我相信你的神之路一定会非常的惊艳绝伦。希望在未来的某一日，你能够登顶神界之巅，成为站在大宙最顶点的存在。那位祖龙先祖望着萧炎的神色，充满着欣慰。虽然他与萧炎没有过多的了解，但是毕竟他也是一名高阶天位神，对于自己的眼光也是有着不凡之处。多谢先祖前辈，我此前再有机缘与祖龙族的祖龙前辈相遇，他便将自己的血脉传承给了我，让我以后好好的守护祖龙族。萧炎也将自己拥有祖龙血脉的事情一字不漏的说了出来，毕竟对方刚刚为了救自己，竟然愿意牺牲自己为代价，也要将对方的神龙族先祖击杀，如此的大恩，萧炎更是无法忘记。当即萧炎也是对着天空恭敬的弯腰一拜，刚刚要不是这位祖龙族的先祖救场，恐怕他们就已经陨落于此了。原来如此，既然是祖龙传承于你的血脉，看来你的天赋很强很强，那么祖龙族就交给你守护了。我的神魂已经消散，再见了。最后的声音落下后，天空中就再也没有任何声音传到，所有的一切都已经结束。看着祖龙先祖的消失，祖逖和祖双双以及萧炎三人也是背着一丝沉重的情绪。过了好一会儿后，三人的悲伤情绪才缓缓地恢复了过来。这一次进入万兽之地中，萧炎、祖逖、祖双双三人皆是有了自己的巨大收获。萧炎获得圣龙族的先祖传承，而祖逖、祖双双则是获得祖龙族的先祖传承。既然这里的事情已经解决，接下来我们就前往万兽之德的最核心之地吧。萧炎的目光直接望向了众星区域，内心的血液都开始沸腾了，因为接下来他们也难免有一场激烈的对决战斗。万兽之星，那乃是所有神兽族都极其需要的核心之物，所以他们也会拼了命的去抢夺。而且不仅是几道，也不是几十道，而是有着上百道的可怕气息。在这些气息中，有的竟是极为的虚弱，有的则是不断的爆发。经过奔波一天的时间，他们三人没有丝毫的停顿片刻，距离万兽之德的中区区域也是越来越近。毕竟这万兽之德的面积也是十分的广阔无边，这第一等级世界果然不是下等级世界能比较的存在。好浓郁的万兽之气，没想到仅仅感受到这股气息，我们体内的血脉都开始有着明显的变化。如果将其得到的话，那么我族上下所有的神兽都能够受到蜕变。祖逖脸上露出一抹震惊之色，因为这万兽之星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实在是太过强大了。当然，虽然万兽之德有限制，那么各大神兽族中所派出的序列神也都是族中的佼佼者，皆是顶尖的第一序列神，甚至说不定还有着准天位神。从这些气息上，萧炎就可以推测出不远处的区域必定发生了极其激烈的战斗，而且参与战斗的不仅仅只有双方势力，而是有着诸多的势力已经发生了拼死的激战，才导致了一些今日万兽之德的那些序列神死的死上的伤。此时萧炎在感受到万兽之气的时候，也同样无比的震撼，因为这万兽之气中的能量竟然不亚于神元之气，而且其中的能量更是极为的霸道无比。闻言，二者当即点点头，看着萧炎那凝重之色，前方怕是发生了极其可怕的事情，不然以萧炎那可以挑战第一序列神的战斗力，根本不会惧怕任何人。虽然只针对神兽，但是自从萧炎拥有了祖龙的血脉，自己也算是半个神兽体质了。不过就在他们进入万兽之德最中心区域时，萧炎的神境灵魂早在第一时间就探测到了这里有着诸多的强大气息，所以见到萧炎那一脸凝重之色时，就知道事情毕竟严重。二者也是打了的十分的警惕之意，散发出极其可怕的神之感应。好，萧炎兄走吧。三人对视一眼后，便是直接朝着最深处暴掠而去。他们的速度非常之快，就算再快的速度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抵达最中心。如果不是万兽之德有着限制，不让天位神进入其中，不然的话，他们早就已经出动族中最强的天位神进入其中，抢夺所谓的万兽之星了。前方有状况，小心一些。萧炎收回神境的灵魂力量，便是冲着祖逖和祖双双嘱咐道。或者换一句话说，就是无论是哪一方的神兽族获得万兽之星，那么就能够一举成为万兽之中的最强霸主，也是轻而易举。这就是万兽之星的诱惑魅力。看来如果真的得到万兽之星，想必萧炎的力量也会有所提升。毕竟祖龙的血脉与这万兽之星极其的相关，难怪这万兽之星是整个万兽神界中所有神兽族都想夺取的宝物。如此看来，这价值也已经远远超出了想象，能够可以将整个神兽族之人的实力大幅上涨。这简直就是无可估量的超级宝物，充斥着万兽为尊的恐怖气息。如果见到真正的万兽之星的话，那么那股能量将会是更加的强大无比，就连萧炎体内的祖龙血脉都隐隐有着微妙的变化。而这里万兽之星的气息也是变得越来越浓郁起来，而且在这些气息之中，那股能够让神兽体内的血脉也受到了一丝异常的变化。
这种变化便是能够增强血脉的力量。而就在萧炎三人继续朝着万兽之地的前方走来时，这万兽之地中心的某一处，这里的空气中充满着无比浓郁的血腥气息，下方的大地上有着诸多的红色液体朝着四处流淌，而这些红色液体上则是躺着数不清楚的神兽尸体。看来这里就是萧炎刚才所说，这里的确发生了一场极其激烈的战斗，已经有着不少神兽强者已经陨落其中，而这些人实力也不低，基本上都是第一序列神的神奇强者，能够让第一序列神死伤无数。怕是对方是一位超越第一神的恐怖存在，虽然不是真正的天位神，但也是一只脚踏入其中的准天位神。在这战场上，只有为数不多的神兽强者还在持续的对峙着，他们虽然也有着伤势，但是也丝毫不影响他们接下来的战斗，因为不管是哪一方倒下了，那么就无缘夺取那所谓的万兽之心了。所以就算真的战死在这里，也得要拼得你死我活的局面，并不会去退缩惧怕。其中最为震撼的就属神龙族和圣龙族之间的激烈战斗，因为他们乃是万兽神界的三大神兽族，如果让他们任何一方得到万兽之心的话，那么就能够彻底的脱离三大超级神兽族的行列，成为万兽神界中最强霸主的存在。当然，想要成为最强的霸主存在，就必须夺取到万兽之德中的万兽之心。神灵，你果然半只脚踏入了准天位神领域，还与传闻的不假。此时说话的是圣龙族的一位身穿蓝色衣袍的瘦削男子，长相也是极为的出众，在其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也是不弱于寻常的第一序列神。盛康，你也不赖，第一序列神巅峰，距离准天位神也只需要一个契机而已。不过就是因为需要这个契机，你与我之间的差距则是天与地，所以你还是认输吧，毕竟我们也算是朝夕相处的朋友。如果你愿意认输，我便留你一条命，如何？一声嘲讽的声音从一位身穿红色衣袍的男子嘴中传出，此男子眉头竟是也是红色，以及他头上所披的头发也是如此，给人一种极其霸道之感。而他就是神龙族的神之天骄第一人，盛康乃是圣龙族的神之天骄第一人，所以眼前的这二位乃是此次进入万兽之地中实力最强的神奇强者，也是他们彼此唯一的对手。但是按照目前来看，圣龙族的盛康虽然实力也是极为的强大可怕，始终他没有半只脚踏入准天位神，所以一切的结局也已经注定。听了神灵那极为犀利的话语，盛康一脸不屑，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与神灵原本关系也算不错，平日里二人也不会争夺什么东西而去大打出手。那是因为我也瞒着你一些东西。说着，盛康的手中便是多出了一样极其诡异的蓝色之物，它的形状仿佛是一个类似于药鼎形状。那是吞。神灵，你以为你赢定了吗？今日我盛康就揭开你真正的面目，以后我们从不来往。盛康今日也算是看清楚了神灵的那副嘴脸。盛康，你难道还有隐藏的底牌？在我看来，你的底牌应该在刚才就已经全部施展出来了吧？神灵那人畜无害的样子，着实让人看了非常恼怒。不过他除了与盛康的战斗中，除了衣衫有所破烂，身上却没有破损的什么伤势。天鼎能够凝聚天地间的所有能量，集于一身，然后做出强大的攻击力量，可以抗衡比自己更强大的对手。看来这就是准天位神与第一序列神巅峰之间的巨大差距。就在盛康感觉到一丝不安的时候，神灵的手中也同样浮现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瞪大眼球、不敢置信的一幕。所谓的天鼎，乃是可以汇聚天地中的所有能量集于一身，而出来的力量足以对抗一名准天位神的神奇强者。见到盛康手中的蓝色之物，或许所有人不知道，而神灵则是非常明白这蓝色之物的可怕力量。顿时他的面色也是骤然一变，一股惧意也是打从心里散发而出，旋即扯开自己已经破烂不堪的衣服，露出了他那极其精壮的上身。不过他的身体上有着几处刚刚在战斗中被击伤的伤势，虽然没有致命，但让他受到了不少的疼痛。不过心里又开始想着，就算对方有所谓的神器，也不可能超越自己这排名第18名的天鼎吧。此话一出，接着脸色变化的乃是盛康。难道对方的意思是他也有着一道强大的神器？而现在对方竟然直接与自己撕破脸皮，神灵把真正内心深处的自己给彻底的释放而出，与平日里的他完全是两个人。看来这才是神灵真正的面目吧。只是让盛康没有想到的是，他拿出这隐藏的强大手段所要对抗的强大对手，竟然是自己平日里关系还不错的神灵。你以为只有你有神器不成？怎么你现在怕了？你应该知道天鼎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对付你也已经足够了。见到神灵首次出现的惧意，盛康也是看在了眼中。要知道自己当初夺得这个天鼎的时候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不过好在最后则是落入了他的手中。所谓吞乃是72大神器中排名第17名，它的威力主打的就是吞噬。虽然没有足够的攻击力，可是它能够吞噬一切的能量。传闻吞与天鼎前者就是天鼎的克星。既然如今盛康打不过神灵那家伙，也决定拿出这一直隐藏起来的绝招，目的就是在有朝一日对战比自己更强大的对手。也就是因为他拥有如此强大的神器，击败过诸多的第一序列神的强者，甚至还包括第一序列神巅峰的强者。在震惊了片刻之后，神灵的情绪才渐渐的缓和下来，旋即又诡异的一笑，这一笑让的盛康胜券在握的局面
感到了一丝不安。可吞的力量便是能够吞噬一切的能量，所以从2道神器属性上的克制，就已经知晓盛康还是已经输了。没想到啊，没想到你竟然也藏着一手，难怪能够成为准天卫神中最强的第一人。但是我盛康也不会因此退缩，万兽之心，我们圣龙族必须要得到。一道低沉无比的声音传荡而出，显然就算对方拿出比自己更强大的神器来，也没有带一丝惧意。盛康，你做白日梦呢？你的实力比我差，你的神器也比我差一名，你觉得你有机会夺得万兽之心吗？